大家好，我是议员，策划直通车第2期来了，并且诸葛亮跟迪多他们正式的技能也是出现了。那诸葛亮他这里是写圆形范围，所以大家可以安心的去用诸葛亮去觉醒他了。并且之前感到比较迷惑的第3技能呢，是发生在自己身上。若所率领部队未拥有武侯效果，造成的所有伤害提升 10% 是增加自己的所有伤害。下一句有写到，若所率领部队全为工兵单位时，也就是说前面的部分呢，就算你不是带工兵也是一样有提升的。只不过你在全工兵的情况下会消耗武侯效果，对圆形范围最多3个敌方目标造成1次直接伤害。那原本看英文版本呢，我还以为他是把这个武侯效果放在敌方的身上，也就是说诸葛亮呢，他其实跟现在的萨尔贡是差不多的。如果是带全工兵的情况，主动技能放了1次之后，第3技能被触发又再释放多1次，相当于核爆的效果。而且这个也是圆形范围3个目标。而且它的触发条件比萨尔贡还要更简单，所以这2位统帅的技能你们稍微看一下，我们接下来要讲策划直通车的内容了。那首先第一个问题，希望埃及之战能够按照 KVK 所在的赛季进行匹配，不然非征服赛季的玩家遇到征服赛季玩家非常不公平。答复：建议已收到。70版本会优化埃及的匹配逻辑，引入更多数据维度来匹配实力更加接近的对手，同时不同赛季之间将会分开匹配。很好，这个终于是一个好的回答了。先不说装备会不会有差别的部分呢，单靠只是策略呢就可以吊打新玩家了。有些新玩家没有更好的策略，遇到老玩家呢就直接输了埃及之战。第二个问题，希望能够在游戏中长期出一个活动，可以把通用紫色或者是已经觉醒橙色的统帅多出的金头，可以按照比例兑换通用金头。等一下，为什么这个问题在国服那边会回答，在国际服不会回答的呢？策划回答：目前执政官们可以通过昔日荣光活动消费掉多余的统帅雕像。这昔日荣光就是我们进入 KVK 之后的3阶段，同时团队也对此类问题进行诸多讨论。目前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方案，所以在设计方向上我们还在不断的思考和评估，我们也会持续对此保持关注。简单的来说，就是官方他已经知道我们想要兑换了，但是他们没有做出更好的方案。那天我发布影片之后，我看到评论区有一些观众说他的紫色雕像呢已经是过万的那一种，很恐怖。不过我看到有观众说，如果真的可以兑换的话，老玩家就会多出很多的金头，又或者他们可以觉醒的统帅就会更多了，可能对于新玩家有所不利。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值得考量的地方啦。或许策划也是担心这一点，而且如果我们可以把紫色金头全部兑换成金色的话，那官方要怎样赚钱呢？你们金头都这么多了，每一次统帅出现，你们只是需要拿10颗雕像就可以直接把它给觉醒。那官方想一想，这样子好像也不是很值得哦。所以我觉得他们不推出呢，也是有自己的理由啦。OK， 第3个问题，希望军器洗练功能尽快开放。策划答复：为了给玩家更好的体验，目前军器洗练功能仍在优化过程中。这个我之前好像有回答过，如果有最新的进展，我们会及时同步给大家。这个问题我去找了一下，是韩国社群反馈的一些问题来的，那官方也是同样的回答。那是真的在优化呢，还是说乐狗最近很忙，他们去开发新的游戏，所以就没有时间去搞这个东西呢？第4个问题，希望征服赛季区服也可以开放1次再造之点活动，可以让新进征服赛季的玩家有1次重置旧统帅来培养征服统帅的机会，比如周年庆的时候开放1次。策划答复：建议已收到，我们短期内不会考虑上线一个类似再造之点的活动。对于新进征服的玩家，统帅的培养压力在一瞬间确实会比较大。我们目前考虑的方案是通过第3赛季提前逐步的释放征服统帅，来让大家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去培养征服统帅。近期我们通过游戏内邮件就相关的调整进行了具体说明，同时我们也收到很多玩家关于这个调整的建议，后期我们会持续优化这个部分。所以各位你们不用再提什么重置之类的问题了，官方已经讲了他们不会考虑，并且我记得官方有提过，他们出现博物馆就是要你加强旧的统帅再继续用下去。所以你想要进入征服赛季之后重置那些统帅又重新去练过新的统帅呢，是不可能的事情。并且真的这样子搞的话，莉莉丝要怎样去赚统帅的钱啊？你们在想这些问题之前呢，你先用莉莉丝的角度去想，要怎样赚钱，你要思考到钱的这一点，就可以很好的解释为什么官方不要推出了。第5个问题，建议军器能够尽快推出一键切换功能。对啊，确实啊，这个一键切换呢，有时候你可能要开机节要做驻防了，可以一键切换的话确实会方便很多。
策划答复类似功能已经在开发中了，预期将会为执政官们提供军器装备方案的编辑、保存和切换的功能。如果有最新的进展，我们会及时同步给大家。终于听到有官方确定的答复了，那我们可以期待一下这个一键切换功能啊，确实是蛮重要的。假设能改成像装备这样子一键切换，当然会更好啦，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那个操作嘛。如果军器也是这样子的话，会更容易上手。第6个问题，希望后续埃及活动在报名时可以不锁定整个联盟的人，而是只锁定报名名单的人，或者盟主可以取消选择玩家的锁定。策划答复建议已收到目前团队正在研究报名的问题，目前是让玩家更好的参与埃及之战活动，但是由于涉及到联盟奖励的发放、名单的锁定等等细节，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那我个人对埃及报名呢还可以接受啦，只是你要前一晚去指定的联盟，然后等到早上报名而已。可是你前一晚忘记去别的联盟的话，确实会比较麻烦，锁定了之后你就不能去那个联盟报名。不过像策划所说的，他们的奖励发放啊、名单锁定这些细节呢，需要一定的时间去处理。那我们就给他们一点时间吧，看之后会不会有什么新的进展。第7个问题，希望联盟管理可以点击联盟内执政官的主页，直接踢出，这样在其他场景，比如围关卡时，有人错误围上去了，可以点击该玩家主页直接踢出，更方便管理。策划答复建议已收到了，类似功能已在开发排期中了，预计在71版本上线。哦，终于来咯！这个东西增加的话，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功能呢。对于那些R4管理层来讲，有些玩家没有做过管理层，我跟你们解释一下大概是什么情况。就是你做管理层做R4呢，你要踢掉那个玩家，你必须要点联盟，然后进到成员里面找到那个玩家的名字，并且点他的头像，就好像你运送资源那样。那我们一般看到是援助运送资源的嘛，那官员呢是可以剔除或者是降级升级的，他们需要很多个步骤才可以去实行这个动作。你们听起来是不是也是觉得很麻烦呢？这么多个步骤。第8个问题也是最后一个问题，希望征服商店的步兵皮肤尽快上线，或者有相关的爆料推出来。这个问题好像也是我问到的哦。那你们可以发现到呢，我做的那些玩家社群反馈，官方没有选到的问题，这边都有选到了。我不确定是不是我的影响啦，至少我问的问题，官方这里是有回复到了。策划答复，征服商店的步兵皮肤已经在开发中了哦，好消息，步兵玩家啊！如有最新信息，将通过社区第一时间进行爆料。不过官方讲他们还在开发中啦，那到底是什么争议呢？我个人也是不知道啦。当然，如果官方是开发步兵攻击力的话，这个皮肤设计来也是没有什么用处。不管怎样，至少官方这里的回复呢，我们可以理解到商店呢可能之后会更新了，也比现在更好。很多东西我们其实都已经换完了，已经没有东西可以换了。征服币相信那些大佬应该都有很多了，征服商店能更新的话当然是最好。以上就是所有内容，不过我对这一次的策划直通车其实评价还蛮好的，至少有很多问题官方都是已经回答了，尤其是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在问的问题，尤其有好几个问题都是我自己额外去收集的资料，官方没有回答到的，这里都已经回答了。这个就是我所谓的玩家跟策划进行沟通，游戏才会有更好的未来。不过也希望各位观众呢，你们可以尽量去反馈啊，因为你们也看到这些问题呢，最少问的问题是有3个同时问同一个问题，最多有11个问同样的问题。我不确定国服的负责人他们是怎样去选择问题啦，那很明显可以看到跟国际服相差还蛮远的。我自己做的玩家反馈呢，最少都是60-70票，最多上千票都有，跟这里对比起来就是很鲜明的对比了。大家有什么想法呢？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们下期再见。